The structure of a plant. 植物的结构。 Plant 是植物。Structure 纽约。结构。这是什么花。 ？Flower。花苞。 Flower 就是花。花。然后 leaves。叶子。leaves。叶子。这个。根啊。这个叫茎。茎。或者叫树干。我看一下 stem 怎么翻译。stem。树才叫树干呐、是呀。树干就是树的茎啊。干茎的 stem。这个呢？这是你刚刚说是什么？根。土里边的根 ，roots 就是根。你讲一下吧，花是干嘛的？没用的，我刚刚跟你讲这些。好看的， reproductive organs。用来繁殖用的。对啊 ，reproductive organs。生殖器官。花有花粉。哦，就像导弹一样。你看那蜜蜂就扎出去是采花粉，把花粉授到其他的花上面，就可以给它授了粉以后，花才能长出来它的种子。做好了不要抠了，你看不到吗？看这样就像导弹一样发射出去。这里看不到，看。反光吗？对呀。哪里反光了？隐形眼。那你站着看也可以啊。就看了这边。不要老是抠脖子啦。就看了这边的。蜜蜂是帮它们授粉，这个是它的生殖器。那这一头黄色的呢？黄色就是花粉呢。如果不授粉的话，它是长不了种子的。They produce seed， 它们生产种子 seed。是。那你刚刚说是花粉呢？类这个类指的是花粉是花的一部分，这里它没有说到花粉，我告诉你这里边是花粉。哦。花粉会产生，花会产生种子 seed。是。那个 sunflower seed， 葵花籽。哦。我们吃的那个瓜子。哦。它不是写的 sunflower 就是向日葵。种子。seed 对啊。瓜子就是向日葵的种子啊 seed。Which can grow into new plants。说这些种子 ，which 就是指种子。可以长成 new plant。new 是什么意思？花。new 是新的。新的。Hello。新的。花。plant。The structure of a plant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花。这是一个花吗？就是一个花的结 flower。构。这是花的结构吗 ？plant。植物。植物的结构，所以这里是新的什么？会长成一个新的植物。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吧，叶子。没用的。没用的。你再这样，今天中午就别吃饭了。食物工厂。不对呀、Food factory。They absorb energy。植物没了叶子，又不是我没在吃。植物的叶子是可以吸收能量。阳光中的能量，你知道能量？懂了。你在哪里知道的？科学课上面学的。他都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什么？他的科学课上面学的。你有你的科学课呢？你科学课，你们科学老师跟你讲英文的呀？但是道理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意思啊，用不同的语言说而已啊。那他都知道了，你的科学课上哪去了？啊？
你的科学课这是我上哪去了1年级学的，我早忘了好吗？那现在你看看，我记得是2年级啊。重好了好了，拳出击！可以了，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。能量、光合作用，你们听说过吗？没有。它哦接触了能量以后，可以把那个二氧化碳、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氧气啊，然后那些碳就什么碳？二氧化碳。这个我也不是太记得清楚了，反正就是二氧化碳它里边有碳的元素，有氧气的，有氧的元素。它把它变成了氧气以后，那些碳它就留下来，留在植物里边了。就成能量啦。不是能量，你看那个历史书，食物。你给我看那个历史书里面，他说什么话里有几个碳来着？忘了。什么话？就是化学武器里面有那些碳。化学就是这些元素的不同的组成啊。反正很危险。你要搞清楚，能量和物质是两种东西。化学主要就是讲能量物质。氧气是 O2，就是一个氧原子等于一个氧我记得。氧气它是一个氧分子。我们能见到的物质都是以分子的形式存在的。分子。分子又可以分成原子，这个 O2就是等于可以分成2个氧原子，它是2个氧原子拼在一起的。原子聚集在一起就是原子弹了。你也不，我刚刚才跟罗月哲说完，你们不要听着一个名词跟另外一个名词很像就在这里瞎猜。你们在不懂的时候就认真听别人说。如果我要问你问题，才表示那个问题你可能懂。我没有问你的时候，你不要瞎猜，懂吗？这是氧分子，这是氧原子。原子比分子小。对啊，分子是原子构成的，原子又可以分成中子、质子那些东西，质子、电子、中子，那些东西现在我不跟你们讲了。然后二氧化碳是这样写的，一个 O 就是氧，就是氧原子。就是一个 C 和一个 O。一个 C 和2个 O， 可以分成一个 C 和2个 O。C 就是碳，碳原子，这个是氧。碳是 carbon 吧？看一下。碳是 carbon。氧是 oxygen。oxygen， 它都是那个英文名的简称，看到吗 ？CO。然后这种就是物质的表达式，化学的名称就是物质表达式。物质是 物质应该叫 object 吧，我看一下。这个你现在可以 substance， 这个现在你不用管它的英文。然后能量，能量是 energy， 就是这个 energy。这写的是什么啊？ energy。看不懂。energy 能量啊。就是说，化学讲的就是物质跟能量相关的关系。CO2 二氧化碳加上 energy，
等于氧气加上 C 和它会有很复杂的光合作用，这个是光合作用。它不是单独一个就变成碳了，它会变成碳跟别的东西合成的，它会从泥土里边去吸收那些刚才说的营养啊，水跟什么水和土水和那个矿物质。矿物质 mineral，矿物质哎，好像也有。它这里还会加上那些 water， 再加上矿物质。矿物质好像有很多东西。对啊，有那种什么钾、人子、钙、磷那些乙、硫。种植物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一些化肥，化肥里边就是一些这种矿物质，有什么氮肥啊、磷肥啊、氮肥、钾肥这些。它主要就是给这些植物提供矿物质。现在就是化学里边很多就是这种公式，它需要给它提供能量才能实现这个光合作用，变成氧气加上一些碳化合物，就是 C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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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具体我就不写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太懂，以前化学的时候学过，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就是这个能量是 energy 很重要的，没有能量，这个光合作用是做不了的。就是你植物晒不到太阳，就算土壤里边有再多的养分，它也没有办法生存下来。让植物成长，一方面是要水也是啊，这里这个公式里边不是有水和矿物质、二氧化碳？对呀。我这是一个简略的一个公式，具体怎么样？一大堆。我只是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概念，有可能我这个公式是错的也难说，我让你知道这个概念而已，好吗？然后这公式也可以反过来，反过来就是我们人吃碳化合物、碳水化合物，对。我们吃的那些包子、面包、水、米、饮料、大米饭那些，那水也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是啥？这水呀、包子就是我啊那些们吃的。食物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，包子啊，甜的那水啊。些啊，对了，有力吗？你不要想到那些有不有力先，就是这个公式，基本上是可以反过来做的。我们吃的食物，然后我们吸进去氧气，呼出来是不是二氧化碳？对呀。就是我们吸收这些碳水化合物进我们的身体，然后我们的肺把氧气也供到我们的血液里边，就会生成二氧化碳。就会释放能量，释放能量，然后我们又要呼出来二氧化碳，还有一些矿物质。这矿物质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粪便和尿里边释放出去的，所以我们的粪便和尿液其实是可以做植物的肥料的，懂吗？对呀。那个叫，那不叫恶心，那个叫生态肥料，是叫生态肥吗？好像那些肥料都是农家肥，那种肥料比化肥不是说更有效果，它更环保，而且用农家肥种出来的植物更好吃。
因为它会有各种微量元素，化肥里边不一定有。化肥种出来的东西的植物，它生长得快，但是有可能就没那么好吃。就像我们说的叫什么，鸡不是分土鸡和饲料鸡一样吗？对呀、饲料鸡就是为了让鸡长得快一点，让就给它吃多点。不是让它吃多点。我觉得什么鸡味道都一样饲。料就会让里边会有一些添加剂之类的东西，会让鸡长得快，但是它不像土鸡就是让它直接吃那种普通的肥料。野菜啊、米啊，就是杂粮这种，让它它可能长得没那么快，但是它会更健康，它的肉质会更好吃，它获取到的那些营养更丰富。好像那些肥料啥的都是牛粪、猪粪啥的。那是农家肥。啊，对啊，化肥它是化学肥料。就是他觉得哪种矿物质对它对植物更有利，他就用哪种，主要用那种物质，它就不像农家肥有那么丰富的养料。现在你懂了吗？这个是这些文字。这些是物质，这些化学表达式是物质，和能量是两个概念。不要把物质跟能量混在一起。然后物质和能量一起作用才能有这些化学的反应。这个过去是光合作用，回来是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什么？反正能量。大概就是我们的人消化食物，把它转换成能量的一个过程。下一页。这个很复杂吗？还有点。化学里面主要就是讲这个怎么样从一个物质转换成另外一个物质，中间有一些是需要能量，有一些是释放能量，还有一些是需要一个催化剂。复杂死了，这些简单的都复杂。催化剂要有了催化剂，它才能做那一个化学反应。有些人不就给猪打催肉你又剂呗？开始了。化学你学过吗？没学过。科学你也忘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现在提到的一些新的概念，你不要在这里瞎联想，明白吗？就不新鲜空气。根就是用来吸收它的矿物质水。和水，对，这是吸收物质，叶子是吸收能量，所以要把这些分清楚。它当然它叶子也负责吸收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就是物质了。物质，我再给你们讲一下物理吧，这一块是化学。你如果能掉了。掉了，你再夹回去啊。不会夹。你如果理解了我今天这半页的内容，你就大概理解了化学要讲的80%的内容。基本。这就是它的化学要讲的东西的主要内容，但是它会不同的物质、不同的化学反应，那就是具体的内容了。但是整个化学就是在讲怎么样通过一个物质转变到另外一个物质，然后中间的能量过程，那些催化剂那些东西，就类似于一本书，我已经把最前面的那个概述给你讲了，后面每一章它就是讲不同的物质的一些化学反应，那个东西就是你以后化学里边再去认真学的了。这是化学，下面物理。
无力。化学的英文叫那个物理是自然现象，化学是 chemical。自然现象。下次你看到那些书、那些课本，你看到这个标题就不要陌生了。chemical， 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奥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到了什么年龄才能去学一样东西。只要你现在能理解，你现在感兴趣，你都可以去了解。物理是 physics， 物理是自然现象是吧？化学和物理都是自然现象。等一下我讲完了，你再去看它的区别是在哪里。化学是在分子和原子层面的，物理是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分子和原子，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呀。物理我跟你们讲一下，物质有几种形态，有固体，有液体，还有那个气体。然后固体到液体就是。固体是 solid， 液体是 water。liquid， 气体是 air 吧，我查一下。连水都可以直接变化。气体是 gas 吗？这个我不确定，反正中文里面是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。固体到液体是叫融化。水融化。水冻成冰，然后就融化了。沸点。然后沸点是液体到气体吧？液体到气体是有沸腾，不是沸点，沸点是一个温度。就热一点，它就到了沸点，沸点还涉及到一个气压的问题，压力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烧水。把水烧开，在我们平常生活在海平面，我们一般都是离海平面不远。我们因为你看那个海水是不是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高度差不多？我们就大概是海平面，这个叫标准大气压。如果在西藏那种高原，每升高多少米，它的那个气压都会降低的。高原的那种地方，我们在海平面标准大气压下面烧开水，大概是100摄氏度就烧开了。但是在高原它可能就60，应该不至于60、80、90度就开了。所以在高原里边，就是它的气压低，给它的压力低，它的沸点就低了。那如果是。所以我们家里面有高压锅，你知道吗？煮饭的时候，高压锅就是为了让它的沸点升高，这样煮出来的饭好吃一些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，你在高原，在高山上面，如果你不用高压锅，你煮饭可能煮出来是夹生饭，就是因为那个水还没有到100摄氏度，100摄氏度它就已经开了，它就没有办法把饭煮得很透。什么叫透？你吃过夹生饭吗？就是那个米还是硬邦邦的，就是一半熟一半生的样子。有啊。而且如果达不到100摄氏度，有些东西它没有消毒的那么彻底。你说到的沸点，我就跟你再讲一下，就是那个气压的问题，已经讲过了。沸点，所以沸点，不同的物质的沸点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它还要跟
它相应的气压有关系。这个要有这个印象。这个是沸腾，一个是沸腾，就是我们一直给它不停的加热，它就会很快的沸腾。还有一种叫升华，叫什么？反正都是气化，从固体可以直接升华到气体的。就是它不经过液体，直接就升华成气体。这个我大概也举不出例子了，到时候你会知道的。用高温直接烧就得了。然后气体到液体就是要冷凝还是什么，反正都可以又返回来嘛。凝固。气体到我凝固是知道这两个液体到固体。我知道。那个，物理主要就是讲的这种我们看得到的这种东西，它不会。静电。静电也是其中一种，也是其中的一个物理现象。物理里边就会讲，这是最基本的3种形态，然后它会讲到电，讲到光。光有折射，你看到水里边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的水池。我知道啊。你从外面看是不是觉得那水池很浅？如果你的头伸到里边去，你才能看得到真实的有多深。因为，比如说这是下面是水，这上面是空气，这就是水池嘛。对。水跟空气之间是有一个，这个就是水跟空气的一个界面嘛。光从这里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人眼看到水的深度，这么点，一点点。就其实是光从水池里边我知道啊。发出来。人如果看到那些东西都是光啊。都是从那边发过来的光，不是我们眼睛发出去的光。知道。要把这个方向要明确清楚。所以说黑暗的地方不就没有看不见呗？这水池我们看到的深度其实是从水池里边，也不是水池发出来的光，是太阳光照到水池，然后水池再反射回来。这叫光的反射。所以晚上如果不开灯，也没有阳光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了水，是不是？这是光从太阳反射出来，是从水池里边出来的光，经过这个界面的时候，它会进行一个折射。就光这样子，然后再出去。折射大概就是，比如说，大概是这样的角度出来的光，它会这样折射一下，角度就变了。本来如果它不折射的话，就是直直的上来。折射了以后，那我们人眼就假设这个方向的光，是不是我们就会认为它按照这个虚线的方向来的？就是它的延长线嘛。我重新画一下。这是人眼，比如说进到人眼的一束光是这样子的，它折射之前是这样子下来过来的，这样折射。那我们人眼是不是觉得它就应该是一条直线过来的？对啊。就这样，一条直线，这虚线就是它的延长线嘛。然后我们就会认为，其实是这个点发出来的，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从这个点发出来的，那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水池很浅？对。这就是折射的原理啊。那如果眼睛在这里，那不就看了这个很深了？那这个折射它到这里，那人也在这里。哪个？如果说人眼在这里。你说人眼到水里边是吗？啊。人眼在水里边它没有折射。对啊。
有折射是因为有光和水的这一个水面界面，没有这个界面的话，它没有折射的。所以你如果戴着泳镜下到水里边，你看到是多深就是多深。嗯，等你的泳镜到了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懂了。光就是这反射啊、折射啊，还有一个衍射。也是。这哪个眼？衍射这个三点水加一个双人旁加三点水加一个这个这么难？不能反眼的眼啊。对，我看不懂哎。你没学过这个字。这样衔接的衍衔。射还有干涉，干涉是这个涉，这么多事。就涉嫌的涉。这些我就不跟你们讲那么多了，我自己也不记得太多了。那就有光，有电，还有温度，湿度。湿度也算，密度，精度。我科学课都上这两个。密度，然后你说的那个沸点，这个是熔点。嗯。我大概给你们讲一些概念，这个物理不像化学那么能归纳起来，因为它会讲的内容比较多。沸点、好了没熔？点，还有这是可凝固。以了吗？凝固就是熔点啊。凝固是熔点啊。它如果低于它的熔点，那就凝固了；高于它的，就是给它的温度高于它的熔点，它就慢慢的融化。所以说。有一些，我现在主要是给你们讲概念，有些名词我可能自己也说的有点，也不一定是准确的。反正你知道这概念就行了，以后以书本为准。还有空气质量。质量就是密度，就像河内那种。密度就是说单位体积，某一种物质的单位体积的里面的那些重量物质。重量。你在跟谁这样说说？你这个帽子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样说你这个帽子密度很少啊。这是重量，你拿在手上面是质量，用物理的话来说叫做质量。重量在物理里面是叫做质量。然后你说的那个比重还是什么？刚刚你说的是什么？重量。你说的是重量。密度。你说的光的质量，我说的是空气质量。空气质量。你是说空气的好坏还是？就是空气的好坏。空气好坏，这个应该也算是物理范畴，但是这个空气质量跟我说的这个质量是另外一回事。那物理里边的质量指的是它的重量，这个东西的重量。然后密度就是比重，密度就是质量那人口密度。除以体积，这是密度。那人口密度有啥意思？哦，人口密度就是一平方公里。我说了，你不要瞎联想。现在讲的物理里又跑去讲社会里的问题啦。这个东西的体积，如果它是一个简单的长方体，那就是长宽高乘起来。这个东西不太规则。你想要知道它的体积，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放到水里面去。一个容器，知道什么叫容器吗？懂了。这种就是一个容器。比如说你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容器，上面有刻度。就像那个尺子一样，上面有刻度。懂。我懂。上升一点，它又是1毫升；上升一点又是1毫升；上升多少是1升，这样。你在
把它装了一个水以后，先记住它现在的刻度是多少，再把它放到水里边，那水是不是把它该填的地方都填完了？超充成像。然后它上升了多少，就是它的体积了。这个跟曹冲称象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曹冲称象指的是位置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体积、容积。哇。物理主要就是讲的这些一些物质的性状，光电这些什么物品都是物质。嗯。反正物理涉及到的东西就相对可以下化学一页了吗？来说比较繁杂一些。哦，可以学下。物理的时候，学化学的时候也会要提到每一种，它刚才不是那种氧气、二氧化碳这些都是单独的一种物质，它会讲它的物理性状。嗯。比如说，它会讲氧气的密度，讲它的氧气，它也可以变成液体，叫液氧。液氧一种方式是把它使劲的压缩，等一下用很大的压力给它压缩。那个氧化好像也是吧？氧化是化学反应。把氧气，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个沸点吗？沸点既跟气压有关，沸点本身是一个温度嘛。等一下，我再问个问题。等我在说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先听着先。刚刚我说氧气变成液氧，就是气体跟液体之间的变化。一方面是降低温度。我先查一下氧气的沸点，-183度。这么低，绝对零度是-200多度，就是反正是很低的温度了。这么低吗？这是指它的标准大气压下面的沸点，就是如果我们不给它加压力，就降温度。比如说我把一堆氧气装在一个瓶子里边，不停的用冰箱啊之类的原理去把它温度降下去，降到-108度到-183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变成液体、液氧。空气的固体呢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给它压缩。如果说我这两个一起加吧，那顺便了，顺便哦，他听得懂啊，两个都一起听得懂。我只是讲一下大概的概念，因为说到这里就顺便提一下。很好啊。一个是降低它的温度，一个就是我不降温度，我只是给它增加压力，压到你看到那个你爷爷那个氧气瓶，你可能不懂，氧气瓶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啊。氧气瓶里边其实它潜水的时候，你就要使用那个氧气瓶呼吸啊。也是，氧气瓶里面一般都是用液态来装氧的。对呀。它就是用很大的压力把它，可能你看到是一小罐氧气瓶，其实它是压了好多的氧气压在里边。压缩饼干。因为你把它压了很多以后，它就其实就会里边的压力就会很高。达到了一定的压力以后，它就液化了。然后液态到固态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，你要么可以给它降低温度，就是把一个液体再降低温度。你可以看氧气的熔点。熔点可能是这个熔。对啊，就是啊。我是看这个熔，就是比刚才的沸点是不是又低了？那固点呢？
没有固点啊，不对，凝固点。凝固点就是熔点啊。温度低于这个熔点以后，它就开始凝固啊，哎呦，还能把空气给凝固啊？就是-218.8度啊。嗯。一个是，这是标准大气压下面的。好。如果给它使劲压缩，就是氧气瓶里边那个已经很大的压力了，你再压，它也可以把它压成固体。或者说不压，就是你可以单独只压缩，或者单独只降温，也可以既压缩又降温，这就不用压的那么厉害，也不用降温降的那么厉害，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关系。就都是你可以等。反正最终都可以达到你的效果。难道将来那个什么科学家还要现在实施这个吗？我刚刚就是说，化学里边也会讲每一种物质的这种物理性质。那科学也是讲这两个啊？这两个物理合起来就是和化学是属于科学中的两个分支，还有科学生物学。还包含很多别的东西，理解吗？理解。物理和化学不是科学的所有，是科学包含物理和化学。嗯。包括音乐那些东西，很多也是有涉及到一些科学的东西。music。现在再讲回化学，化学就是一方面会讲这些什么化学的反应，就刚才光合作用这种反应，一方面它会讲这些物质的物理性质。所以化学跟物理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。那大概就这些。